张大铁是懂辩论的。这2天张大铁被他姐逼着学英语，因为他姐觉得奶奶姑姑们都要来了，他弟弟老这么听不懂人说话不是个事儿，所以天天激娃激张大铁。张大铁呢还是油盐不进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反驳让你无法反驳。你们一定看到最后啊，张大铁又冒金句了。奶奶要来中国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所以你要学英语。奶奶要来中国了，我问学英语啊。奶奶如果听不懂你说话，她会伤心的。伤吧，如果奶奶听不懂你说话，你也听不懂奶奶说话，那不是很难过吗？难吧，拿铁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再这样的话，奶奶就不来了。拿铁，那奶奶来了真听不懂你说话，那说奶奶就为了你来的。他听不懂，我也听不懂他说话，他也听不懂我说话。好吧，好吧。所以你说话他们听不懂，你不孤单吗？我不孤单，你懂不懂？我不孤单，你才孤单。啥叫孤单？啥叫孤单？我看张大铁最近被逼学英语这么辛苦，我说张大铁，你喝点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，产自 QQ 星高品质限定农场，含原生 DHA， 口感香醇，营养丰富。早达你也来一个。你说早达这么一个学霸，遇上一个瘸子就是不学，但早达也不放弃。张大铁不爱看动画片吗？他平时看动画片里那几个猪都说中文，早达趁他不注意，把那个动画片换成英文版的。张大铁的反应跟当年我爷一模一样，我爷当年跟我一起租的碟看泰坦尼克号，你们知道不？就那种碟，它左声道是英文原声，右声道是配的音，就一支腔的中文。我爷呢一直听的是右声道，但是我爷不知道这是中国人配的音，他一直以为这是那几个好莱坞演员为了中国观众学的中文。至于那个一支腔奇怪的腔调呢，我爷就一直以为是就是雷奥纳多汉语还没学好。有一次我就是趁我爷不注意给他调回了英文原声，我爷听了10秒钟发现不对劲儿，转头告诉我，你让他好好说话。这个外国人咋开始说英文的呢？张大铁也是一样的逻辑，他认为这几只猪就是本地猪，只是很聪明会说人话。他姐一调台调成英文的了，张大铁懵了，这猪怎么这个？这是生病了。我的婆婆温迪她又要来了。这次事发很突然，我们都没有准备好。而最让我心中恐惧的是，张大铁好像是疯。你们在这个视频的结尾会看到张大铁发作的实况录影，你们也帮我判断一下这孩子这是什么毛病。那是一个很祥和的夜晚，我们一家在沙发上享受着岁月静好。突然我们接到了温迪的电话，温迪说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今年年底攒了$8000。我们说，哎呀，那太好了。然后他说，再告诉你们一个更大的好消息，我要把这笔钱花在与你们相见。我们已经买好了机票，2月4号让我们相会在北京 China。当时局面很尴尬，就实在是欢呼不起来呢。我说感觉上啊，感觉你们刚走。他说已经4个多月了，我们分别了4个多月了。我跟大胖雪互相看了一眼，当时我脑子里就一直在闪现一首 BGM， 时间都去哪儿了，还没缓过来，你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然后我心里其实也有点不解，就我的公公婆婆赚的也不多，也没啥存款，怎么就攒钱就来了呢？一刨根问底才问出来，我的婆婆因为想节约，把她老公布莱恩的牙医保险给停了。我公公现在这颗门牙坏了，一直没法补，就这委屈受的，咱说就打碎了牙哈，只能往肚里咽。结果最后预算不够，还没有布莱恩的机票。在电话里我看着布莱恩，我说不来，他说我说啊，所以你叫布莱恩，布莱恩。哎呀，反正就是挂了电话，心情很复杂。更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张大铁，因为他忘了温迪是谁了。早达一直跟他说这是我们的奶奶呀。张大铁似乎不咋认识，也是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，上次见到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前半生。我就想，那我得帮着张大铁唤醒一下他对奶奶的记忆，我就开始帮他找回忆。结果我发现吧，张大铁跟他奶奶的回忆不找也罢。你入学的新书包，他背回了加拿大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他说不用打。你最在乎的户口本，他也能给你丢。你委屈的泪花，都是因为他。我就发现，其实我不应该给他找回忆。本来的张大铁爱忘了，但恨你忘了，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但是他们家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说道没讲究，你也不用就特别礼貌的什么特别用心的怎么专门去招待。所以我心里就决定，这次过年我准备让我的爸爸，也就是温迪的哥哥，先把温迪等人带回铁岭，我在北京自己先缓2天，就说我有工作，养精蓄锐之后我再回去过年。然后我说温迪，那头2天我就不陪你了啊，你可以不？他听了完全不在意，说他自己在铁岭可以勇闯天涯，我到时候就给他留3箱白象东北黏糊麻辣烫就行，地道东北风味，黏黏糊糊，麻辣香浓，白象品类丰富，蟹黄拌面和糟粕醋海鲜粉好吃又过瘾，在家就能尝到各种地域特色，美味不求人。但是问题是，大人现在都缓过来了。张大铁疯了，告知他奶奶来了，又帮他找了一晚上关于奶奶的回忆之后，张大铁入睡了。然后后半夜1点半，张大铁应该是在睡梦中想起来啥，起床自己走出卧室，说啥要去上学。拿铁，你怎么了？
我要上学，给我书包。拿铁你要吃哪？我书包呢？我上学，我上学。我的婆婆温迪和我小姑子们呢，今天回加拿大，在澳大舍不得奶奶哭了一早。但是拿铁呢，理论上也明白离别应该是伤感的，就是老控制不住笑，就连分别的拥抱都十分潦草，十分潦草。张拿铁和他的奶奶呀，就是所有的事儿都不和。从张拿铁拿着热水以一己之力劝加拿大人喝热水，被无情拒绝，这梁子就结下了。之后这些天，温迪在公共厕所给拿铁冲了一个凉水澡，丢了张拿铁的户口。在拿铁大米饭就菜汤吃杠香的时候，说自己吃不惯，要去吃薯条。我说请你们都撒桌吧，撒桌吧。还天天狂欢，熬张拿铁不让他睡觉。在广西旅游，因为餐厅外边9点有个篝火晚会，温迪吃完饭也不走，就要等晚会。拿铁爱吃鸡爪子，想让他奶给他掰下来。温迪看到一整只鸡挂在那儿，一直给他转走，说那个鸡瞪他。然后我看这饭店有民族特色的高山流水敬酒环节，我问温迪你喝点不？他说不喝。我说喝酒这环节是团餐包的，你已经花钱了。于是温迪，在场所有人都得喝。逛完一圈问我拿铁稍微早点哈，我说他刚戒。旁边那桌以为这景区卖酒，这老外是这儿的托呢，是这儿的托。第二天离江竹筏，人家说拿铁太小，怕危险不能坐。温迪跟船夫说可以拿绑船的绳子把拿铁绑到小板凳上，被拒绝。我以为张拿铁不能上船得哭呢，结果张拿铁在岸上站着，看着奶奶飘走了，跟我说奶奶飘走了。我说是，唰唰唰飘走了。他露出了一丝欣慰。结果45分钟他奶又飘回来。拿铁之后一天都在问我怎么又飘回来了呢？让他再刷刷刷。临走头一天，温迪又嗨了，拉着所有人一起跳舞。深夜11点，张拿铁的状态就是老头较少，睡不着，但是又没劲儿，一个人坐一边，斜着眼睛瞪温迪。小点声。拿铁你跳不？我不开心。老鼠，奶奶没大姓，奶奶没大姓。现在温迪走了，对张拿铁来说算是一种解脱。早晨从机场出来，拿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喝点粥。我说行，这一点自己爱吃的都能满足。肯德基亲子全餐品种多样，新上的潮汕风味牛肉粥，牛丸 QQ 弹弹，素菜包是松月楼联名，一口见馅。中式早餐适合拿铁的中国宝宝味。你不是爱喝粥吗？肯德基让你在文化冲击下坚守自己。张拿铁的生活跟他的姥爷一起，终于恢复到了退休老干部的闲云野鹤。都是小的，都是小鱼，别叫老鱼。可以吃你啊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奶奶邀请我们冬天去加拿大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张拿铁这周去幼儿园了，这几天我就观察他，我发现我就是生了一个2岁半的老干部，一言一行都是非常的社会和老气。我为啥说他社会呢？他去幼儿园，班级另外那俩都2岁，小老弟儿，张拿铁是老大哥。去的第一天，我把他送进之后，我出来就很惦记。人张拿铁正吃午饭呢，我控制不住了，给人老师打电话说今天要不改成半天吧，我这就去接他。然后呢，人张拿铁本来待得挺好，被老师莫名其妙给领出来，提前放学了。把他领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没反应过来。咱们走了。往家走的路上，突然间让我第一句话：你想吧，你跟着进来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没衣服。我还问我说谁是迪兰啊？回家我才想起来，他有个同学叫 Dylan， 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到他嘴里就变成迪兰了。他老气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特别淡定，淡定的不可思议。我昨天晚上领他们去主题公园玩了，正好赶上万圣节活动，满公园都是 NPC 在那装鬼吓唬人，大放雪就抱他过去了。有一个 NPC 呢满身是血就过来了，把我吓坏了。我寻思这张拿铁不更得吓尿裤子了？结果那个女鬼往这边走，一靠近张拿铁，张拿铁的反应是给女鬼吓一跳。这个幼崽见到鬼的反应真是见鬼，真是见鬼。早达虽然害怕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有好奇心，一直往前看。而张拿铁完全不懂这种装神弄鬼文化的意义何在，自己在那叨叨。幼远点。我以为张拿铁这么淡定是因为他没明白咋回事，没想到他明白，而且他还哄他姐。都是假的。他爸也跟拿铁说，对，你告诉你姐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 NPC。回家的路上，拿铁看他姐还害怕呢，但拿铁不懂英语，他告诉他姐，不要怕姐姐，看我的是切鸡尾，看我的是切鸡尾。张拿铁还有个特点，他还洁癖，给他脸上涂那小南瓜，人别的孩子都很喜欢，他一直要去厕所洗脸，玩了一天，照的片片的，回家立马换衣服，换下来脏衣服都不知道沾了多少细菌，我闻还有点馊，搁以前搓完还有味儿，去味儿还得除菌，赶紧用上利百卫士植物除菌洗衣液，西双版纳茶树精油除菌，洗完是不刺鼻的茶香，拿铁秒变抹茶拿铁。然后在主题公园，拿铁体验了人生第一次坐过山车，上了过山车，我在前面喊的跟个大傻子似的，张拿铁全程一个表情。
我们去做一个类似激流勇进的项目，他姐下完了，张拿铁呢全程就一个事儿，跟在座各位大恐龙、大蟒蛇打个招呼。那传到高处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俯冲给我吓完了，我嗷家伙一声，张拿铁面无表情。下车的时候，张大姐问他爸：“刚才是谁搁那嗷嗷喊？”他爸说：“就是你妈。”